现在我们开始练习八卦健身操。让我们先做热身运动，双脚与肩同宽，准备侧拉伸，左手往上伸，1、2、3、4、5、6、7、8，换2、2、3、4，准备扩胸运动，向左1、2、3、4、5、6、7、8，2、2、3、4，准备高抬腿，先抬右腿，1、2、3、4、5、6、7，向后踢，2、2、3、4、5、6、7，弓步压腿，右腿往后跨，后腿尽量伸直，5、6、7、8，后腿往前半步，身体往后坐，前脚尖抬起，5、6、7、8，换1、2、3、4、5、6、7、8，身体往后坐，3、4、5，准备活动手腕脚腕，先左边，3、4、5、6、7、8，换边，2、2、3、4、5，准备气沉丹田3次，第1次，两腿微蹲，第2次，气沉丹田，第3次，5、6、7、8，好，我们准备做第1组动作，开路脚，右腿往后出右拳，1、2、3、4，出拳时从后背发力，后背带动手臂发力，5、6，准备换边，换左拳右拳踢，从后背发力，7、8，用力，2、2、3、4、5、6、7、8。我们准备做后羿射日，5、6、7、8，右腿往后跨，3，转左，5、6，回，8，做拉弓动作，3，转右，5、6，回，8，两臂用力，3，转腰，5、6、7、8、4、2、3，转，保持核心稳定，7、8、5、2、3，转左，5、6、7、8，最后3个，3，转右，5、6、7、8，用力拉弓，3，转腰，5、6、7、8、8、2、3，转5、6、7、8。好，我们准备做撞膝，先撞右膝，1、2、3、4，手脚同时发力，7、8，用丹田发力，3、4、5、6，准备换边，换1、2、3、4、5、6、7、8，多4个，3、4、5、6、7、8，准备做推山入海，5、6、7、8， 1、2、3、4，往右，
6、7、8，推山掌。3，右腿往前，好。6、7、8，推山入海。3、4，往左，哼。6、7、8，推山掌。3，左腿往前，好。6、7、8，用哼哈以声代气。3、4，往右，哼。6、7、8，打开全身脉络。3，右腿往前，好。6、7、8，出掌时上身保持正直，往左，哼。6、7、8，用丹田力推掌。3，左腿往前，好。6、7、8，准备做第2组动作。加油！开路脚，右腿往后出右拳。1、2、3、4，出拳时从后背发力，用力。2、2、3、4、5、6，准备换边，换左拳，右拳，踢，从后背发力。2、2、3、4、5、6、7、8，再坚持一会儿。准备做后羿射日。5、6、7、8，右腿往后跨。3，转左。5、6，回。8，做拉弓动作。3，转右。5、6，回。8，两臂用力。3，转腰。5、6、7、8，用力拉弓。3，转，保持核心稳定。7、8，将胸骨和气脉打开。3，转左。5、6、7、8，最后3个。3，转右。5、6、7、8，用力。3，转腰。5、6、7、8，8、2、3，转。5、6、7、8，你真棒！准备做撞膝。先撞右膝。1、2、3、4，手脚同时发力。7、8，用丹田发力。3、4、5、6，准备换边，换。1、2、3、4、5、6、7、8，多4个。3、4、5、6、7、8，加油加油！准备做推山入海。5、6、7、8，1、2、3、4，往右，哼。6、7、8，推山掌。3，右腿往前，好。6、7、8，推山入海。3、4，往左，哼。6、7、8，推山掌。3，左腿往前，好。6、7、8，用哼哈以声代气。3、4，往右，哼。6、7、8，打开全身脉络。3，右腿往前，好。6、7、8，出掌时上身保持正直，往左，哼。6、7、8，用丹田力推掌。3，左腿往前，好。6、7、8，大家做得非常好，跳得真好。准备做放松运动。深呼吸3次，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
呼气。第3次，呼气。准备两手向后画圈，右手1、2、3、4、5、6、7、8，向前2、3、4、5、6、7，手臂拉伸，右手拉伸肩膀5、6、7、8，换边2、3、4、5、6，右手搭在左肩上，往后看，放松腰背5、6、7、8，换边，尽量往后看5、6、7，弓步压腿，右腿往后跨，后腿尽量伸直5、6、7、8，换边2、3、4，准备甩甩手，甩甩脚1、2、3、4、5、6，深呼吸3次，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呼气，最后一次，吸气，呼气。今天的八卦健身操就到此圆满，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再见。恭喜你完成了今天的练习。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如果我们每天早上能够诵读金菩提圣经，就会让我们整个一天的时间充满着无限的能量，就会充满自信、创造力，让我们活力十足，魅力无限，我们的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请诵念出来吧。我最慈悲，我最自信，我最宽容，我最勇敢，我最讲信用，我最遵守时间，我无所不能，我最智慧，我最博学，我最爱读书，我最爱观察，我最爱倾听，我最爱思考，我想好了就去做。我是上天创造的精品，我最有魅力，我最有天赋，我的歌声最美，我喜欢挑战，我勇于承担，我要成就天赋的使命。天上地上唯我独尊，天上地上唯我独尊，天上地上唯我独尊。缓缓坐下来，请大家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状态，把身心都处在安定、放松、清静的状态中，认真地
聆听。好，大家好。今天是这一个课程的第7天。那我们还是呢，就是用最真诚恭敬感恩的心来诵念这个歌颂大慈大悲最伟大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诞生因为他的诞生让无数的人得到了健康、快乐智慧、勇气所以呢，我们在诵念的时候，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诵念送给我们最亲最爱的人每个人都有最亲最爱的人祝他健康快乐，长寿幸福吉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诵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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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
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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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南无本师释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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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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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南无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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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释迦牟尼佛，南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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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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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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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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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尼佛，南无本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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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南无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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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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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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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释迦牟尼佛，南
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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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尼佛，南无本
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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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尼佛。大家很真诚的诵念哈，一定会让佛菩萨感到欢喜啊。佛菩萨欢喜呢，那么我们就有福了啊，我们的命运呢就开始变好了啊，我们的面相也变好了，我们的人生会变得更加吉祥啊，更加圆满有成就。我每堂课我其实是很用心的啊，我自己在这念的时候，我就会进入一个自己觉得会对大家对众生就特别有帮助有利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希望把你的这些疾病啊烦恼啊全部清除掉，让每一个人啊回到一个清清白白最单纯的啊，就回到是6、7岁之前的那种最单纯最清净最可爱的那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自己是非常的用心啊，我也认为是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收获。那我想在跟我来一起念佛的朋友会家庭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和睦，因为我们懂得知足感恩，我们懂得用慈悲心去照顾别人，我们懂得去帮助奉献自己，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的家庭关系是越来越幸福。那年轻人呢，你说我还没结婚，我没有这个感觉。你年轻人学会了为人处世之道，所以你也需要交朋友啊，是吧？你有很好的这个同学的朋友关系，是吧？你从小就会这样啊来经营自己，你长大呢好找工作，成为很好的推销员，甚至成为经理，甚至成为老板或者更高级别的人。对，你从小有这个概念，而且有这样一种善良的心，你这个能力自然就会呈现出来。所以这是感慨啊，这个佛法的伟大。其实改命的真正的这个根源呢，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改变啊，对很多的这种对事情的看法啊，知道理解对他的看法，要有一种叫正知正见啊。正知正见的概念，第一个是叫公平，第二个呢，要用慈悲善良的心来去看待它。对，这个时候你在看待事物的时候，就没有那种叫极端偏颇。极端偏颇的人，就是不公正看事情的人。所以再透露一点点小知识哈，习惯性偏颇的人，就会慢慢的，我们的五官开始走偏。比如说，一个眼睛变得很大，一个眼睛变得很小；一个颧骨变得很高很大，一个就变小。一边脸变得很大，一边变得很小，因为你是偏颇极端的看待事物。这个世界上，就是你做任何的好事坏事，它都会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留下那种印记和密码。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你看念佛这才几天呢？对，就有的这个眼睛开始比例正了，是吧？手相变好了鼻子变正了，脸被纠正了这为什么呢？你开始用慈悲的心，有了所谓的正知正见，那我们就会获得了纠正了我们原来的已经偏见了的脸，偏见了的鼻子和眼睛。对，这个特别重要。那我们的运气呢？我们的智慧呢？对，就好起来了，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你看我们这个命的改变出现了相上的改变，对，这个多好啊！所以这个修行就立刻的就能感受到这个作用力我们这才几天呢，每天在这么短的时间，你真正去一个地方去真正好好修的话，一天至少7、8个小时晚上也不能回家去修那修那么长时间才会有点效果我们每一天才花了多一点时间呢。我们除了念佛，再听我再讲一些道理一些方法是吧？实际你练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去用这样的一种慈悲善良的这样的一种心来指导着自己的五官去看待和分析和理解这个世界。懂得这个道理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过去在歌曲当中听到说我爱拼才会赢人定胜天对，去谋取谋划什么事物今天夺取江山明天要创造家业也许是对的我更建议大家有一种更大的心，从我们的心理的态度上学会去与这个世界合作去与这个世界去相融用慈悲的温和的平静的甚至是恭敬的心态去与你所看到和理解的事物去处于一种友好的合作状态，友好的沟通状态，是与这个世界去合作，这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从来没想过，我还是与世界合作吗？对，人定胜天就是一种作对心理，是吧？我就是不服输我就是不这样不那样，这叫不遵守不遵循。就像我们看到红绿灯，是吧？红灯停，绿灯行，这个交通规则全世界都如此，对吧？就是我就是不服，谁制定的？我干嘛听你的？我就要往前撞，那最终谁受伤呢？对不对？我告诉大家的就是先认识这个客观的规律，我学着去合作，从心态上到执行上到方法上，我都是去合作的态度，这样我就更加顺利，更加得到这样这个世界秩序对我带来的帮助。对家人也一样，不要说因为熟悉我就要伤害，是吧？要熟悉反而要帮助，要相爱，要恭敬。当然你那个态度不一定说总是说那么礼节那么大的恭敬只要有恭敬的心在面对对方，想到人家带给你的好处，这就是一种合作的心，而不是一种剥削的心，说你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我很生气，你看这就是对立，是吧？别说我们对世界了，就对这个人你是对立的，但你想想你为什么和他对立呢？比如说你们本来就是情人，本来就是夫妻，本来就是母女，本来就是说他是老板你是雇员，你们是必须要密切合作的关系。可是我们常常因为无知让自己糊涂，而常常用一种对抗的心
最后弄得一身狼狈。所以我总会接到那种求救的信息，师傅帮我找工作，老板把我炒了。而且我经常收到这个讯息是，老板又把我炒了。怎么又把你炒了呢？说头一家老板不好，第二家老板也不好吗？怎么又把你炒了呢？所以就像走路一样，你第一次走到这个地方，那个脚踢到石头上，把脚踢痛了，第二次踢痛了，结果第7、8次还在踢痛了，你能怪这个石头长的不是地方吗？一定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有欠缺自己不长这个出息，不去总结这个规律，说这里有块石头我要绕着走，不就完了吗？所以这是绕着走本身就是一种合作的态度，对不对？所以学会见了这个东西，要有它的这种去恰当的去看待和应用，并且有一种叫做恭敬与合作的态度。所以我们在切菜的时候，当有这个态度的时候，你的刀就不容易切到手指头上去。你看你当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本来切菜呢，结果刀就跑到手指头上来了。为啥呢？你的心是与这个世界上某个人某件事不合作，是对抗，并且对抗之后是有一种情绪产生，所以那个刀都会往这些手指头上跑。这个老板容易辞掉的人就是说往往就是这个人他与老板本身的合作比较差的人。但是老板不容易辞掉的还有一种人，其实你们大家没想到，就是他的能力不太那么好。同样是一个木匠，他的手艺不是最好的，但是他的态度是最好的，老板不容易炒掉他。所以有一个人工作还可以，总是给老板顶，最后老板就是杀鸡给猴看，我要有我的领导力，虽然你还很能做事，我要把你炒掉，因为你的这个现象不与我合作，就弄得大家都不和我合作，都和我顶撞，是吧？你要挣着我的工资，可是不给我干活，还引发了大家不听我的话，所以我要炒掉你。往往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工作能力不强，但是合作精神很好，对，就容易被老板喜欢和重用。所以我在经常的听人讲说，那个人没什么能力，没什么本事，是吧？咱们老板就是喜欢他，所以他会拍马屁，不是会拍马屁，是学会与人合作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想提醒大家，我们要学会用这样一个慈悲平静的心与世界合作，与家人合作好。尤其是一定要读懂对方是爱你的还是恨你的。如果是爱你的，你就要去合作，去爱他，去帮助他，去感恩他，还要去照顾他，要去这样你才好，你这个才能叫顺，才产生一个顺。对，顺与合作的合那否则的话就可能变成另外一个答案，那就可能是散。为啥呢？你是不合作的态度，不合作态度，所以我要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是吧？我就要无理搅三分，搅和，说不但不合作，反而是破坏了这种友情与合作的关系，就一定会裂掉，会散掉，会失去，会狼狈，会孤独。所以我们要想成就我们的幸福，成就我们这个家庭的幸福美满，成就事业上的飞黄腾达，一定要学会与世界合作，与人合作与事合作，还要自己与自己的手脚还要合作。我的合作精神是什么样呢？我17、18岁我就感悟到，我喝这杯水，首先我心里有种感恩这个水杯，再感恩这杯水。所以有人递给我一杯水，我还要感恩这个给我递水的人。
要有这样的心，你都甚至没有多说那么多感激的话，对方能感觉你的身体的讯息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特别友好、特别容易合作的那个状态，那就变成好人缘。那一个推销者来说，你说有好人缘的时候，你的产品多卖多少啊？那一个领导人呢，你有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感觉的话呢，是吧？大家都乐意听你指挥，跟你配合，这多好啊！我在修行状态之中，我从15岁就感悟到的，我和这个世界合作，是吧？我还和那些走路看到的一根掉下来的小树杈合作，我和每个树叶合作，我和这个沙子合作，我和一块石头合作。所以我在任何一个环境下，我很少帮人的时候真正身上带一个法器，世界所有的物质都会和我合作。我随便拿一块石头，我说石头帮我把他的痛苦吸出来，我拿石头交给你，你自己拿它放到痛的地方，一会儿就会好了。因为我有和整个世界相融合的心。好奇怪吧？一点都不奇怪，你听懂了，你就是与世界合作。哎，好，咱们先试试你能不能合作哈。很多人做坏事他特别敢下手，他做好事总是不好意思啊。哎，对，你现在旁边有人吗？家人、朋友是吧？亲戚，给对方来个拥抱，试试看。你可以给你的凳子拥抱，包括你坐那个凳子，你心里是感激的，这样你走路就不会踢那个凳子腿儿，就是这样子的。要有这样的这种感恩心、合作心，你就会幸福，你会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所以佛教它不是个宗教，它是一种自然的哲学，是一种心灵的哲学，是一种心灵与世界特别乐意融合到一起的一种哲学。这就是一种合作的心，美好的心，是希望整个全世界的众生都能融合到一起。所以佛说，放弃小我，成就大我，我即众生，众生即我，是这样。所以佛陀是与这个世界讲和了，与这个世界融合了。哎，当有了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再懂得了自然的法则。我就是大山，大山就是我。所以放下你心中的担忧，学会与人合作，学会大山大海啊，别那么计较。学了那份担当，那份承担啊，想起自己曾经的承诺啊，要有一种伟大的承担的精神，有如大海的容纳，没有我什么不能接受的，我要与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体。那如果一个人当听懂了我的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从小人小偷都变成了君子。你看看我们有多少人，这个期间你的手相面相变好了啊，是吧？甚至还有出现的功德朱砂，是吧？还有这个鼻子变大啊，这个两腮的原来是个瘦猴，是吧？变成两腮有肉，就是圆满吉祥，这是特别重要的。这也是与你去度人的这个功德有关系。你觉得哎，我还没觉得度人呢，就觉得不错，给朋友分享了一下，能有那么多的功德吗？有。你想哈，我现在举例子，10个人里头有一个呢，他就是一种心理习惯，他有吃的、玩的、用的，甚至一个笑话都想给朋友分享。有吃的，哎，带给大家分一点吃，给大家分享啊。有了钱了，给大家送一点。那另外那9个人呢，都是
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贪便宜，总觉得说这个傻小子赚了钱和好东西都会跟我们分享，总想去索取。你们想，哪一个人他的人生更富贵呢？应该很简单吧。反而去布施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财主啊，才是真正的富有。那他为什么那么想呢？有的就是前世的功德所致，就让他从小他就是最喜欢这样做事，所以他就是那个大富大贵的人。你不管在别人手里贪了多少便宜哈，总是去索取的人，就是虽然有钱，但是是个穷命。如果功德不够，赚到手的钱还会溜走。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与我们一个善良的心有什么关系呢？当你有这种善良的心，对人就是温和的、友善的、不伤害的，是乐意帮助的，就是有这份功德。有这份功德的人不冒险，有功德的人偶尔冒险，也在关键时候神佛都会提醒他。前2年我记得我们温哥华禅堂有位女弟子，妈妈买的股票是吧？她在梦中就得到了一个警示得到警示，梦中的样子说赶快抛掉所有的股票。结果等她抛卖完了之后，第2天等她把股票卖完了，是最高点，股票狂跌。她当时挣到钱了，挣到钱她该抛的股票也抛掉了。所以当你有这个福气的时候，神佛都会护着你，就是这样子。他也冒了险，但是有惊无险，还有收获。所以当我们学会与这个世界合作的时候，你爱这个世界，世界就会爱你。你爱你的朋友，对朋友好，朋友就会对你好，就会爱你。你爱这个自然的万物，这个万物就会爱你。我们与万物与众生没有分别，合为一体的这样的状态，就是成就了一种叫做大我。我即世界，世界即我；我即天空，天空即我。这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脸都讲的带5岳的？中国的5座大山峰，你看人与世界的结合，对吧？你有那份功德，本来你这个鼻子眼儿应该没那么大的，是吧？你说一个中岳大山就有2个大山洞，比山还大，是吧？你能存啥呀？啥也存不了。但是有这种合作的慈悲的心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该是5岳中的高山的鼓起来就会鼓起来，对吧？该存钱存水的地方，那个手心就挖下来，是吧？该能富贵来的时候，能承担的时候，是吧？你的鼻子该隆起来就隆起来，是吧？这个世界的财富给一些善良的人掌握，还是更好嘛？对，所以上天就会眷顾那种慈悲善良的人，让他去掌管世界上更多的钱财和权利，这个世界才能和平，才能相处。善良的人拿着更多的钱财，才能照顾到众生的需求。希望大家呢，多多学会与人为善，与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对你的这个上司、长官、老板都好要学会感恩。这样这就是与人的学会，我愿意与你合作，对你的人际关系立刻就变了。你别那声师傅，求求你再给我找个工作吧，这等于你没学到。有本事的人不让师傅找工作，自己做一行爱一行，一门深入。因为你有那份爱心，你才能一门深入。你心里头没有这样的境界，就是这些狗熊掰棒子，是干一行扔掉一行，就是3天的热情，3天热情过去，什么都放弃。习惯了放弃之后，对婚姻也是3个月离了，最多3年不要了，因为
觉得没有兴趣了，是吧？这一旦形成了习惯就是坏的，所以我们要形成一种一个好的习惯，要有一种定力和慈悲与合作的好习惯，我们的人生就变得真正的富贵吉祥了。大慈大悲的佛陀，天地间最尊贵的觉者，我以至真至纯之心，感恩您的降临。是你的呵护，让我走出荆棘，是你的妙法，让我身心安康，是你的博爱，让我海纳百川，是你的大愿，让我永世追随。我愿千万次轮回，拜倒在您脚下，很久与您重逢，承接您的法藏。我愿千万次轮回，将您的慈悲播撒，令弱者品尝甘露，让一切众生自在吉祥。是你的目光，让我看透真相，是你的庄严，让我勇于承担，是你为德，让我告别懦弱，是你的教化，让我得以觉醒。我愿千万次轮回，拜倒在您脚下，很久与您重逢，承接您的法藏。我愿千万次轮回，将您的慈悲播撒，令弱者品尝甘露，让一切众生自在吉祥。是你
感召，让我迷途知返，是你的智慧，让我欲望顿开，是你的光芒，让我点燃心灯，是你的慈悲，护佑天下太平。我愿借万次轮回，拜倒在您脚下，含恨就与您重逢，承接您的法藏。我愿借万次轮回，将您的慈悲播撒，领弱者品尝甘露，让一切众生自在吉祥。现在我们开始收工了。搓搓手，把手搓热、搓烫，搓搓脸，双手从下巴到额头，再到脸颊，似哀非哀。再把手搓热、搓烫，干梳头，将食指岔开，指肚适当的用力，手指从前发际梳理到后发际，搓搓手，由上而下拍打全身，先拍打头部，两手手腕放松，在松静的状态下，适当用力拍打。拍打左肩，再拍打右肩，接着拍打前胸，再拍打左边腋下肋下，换右侧，拍打右边腋下肋下，接着拍打腹部，双手放松拍打，慢慢起身，向下拍打大腿前侧、膝盖、小腿、脚踝、
脚背，轻轻拍打后腰，往下拍打臀部，按顺序再向下拍打大腿后侧、膝盖后侧、小腿后侧、脚踝、脚跟。继续拍打两腿的内侧和外侧，先拍打左腿，两手腕放松，稍微用力由上而下拍打，再拍打右腿，继续拍打两手臂，先拍打左手臂，再拍打右手臂，全身拍打完之后，搓搓手，再轻轻地按摩全身，双手似挨非挨，观想，将我们刚刚拍打出来的灰尘轻轻扫掉，扫除烦恼，我们变得健康快乐。同时意念收收收。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